韩国想成为四国集团中印度的替代者，火中取栗，成为军火出口大国。对此，我们要看清楚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韩国即将进入尹锡悦时代，而这位被称为韩国特朗普的新总统，可能会带领韩国走上一条新的、与过去不同的道路，这是需要人们密切关注的。用尹锡悦的话说，他将放弃在中美之间左右摇摆的立场，致力于与中国建立一个合作的新时代。这是基于相互尊重，而不是屈从。同时，他将加强与美军的盟友关系，缓和与日本的关系，还要加入以反华为目标的美日印澳四方机制。近日，《亚洲时报》发表了理查德·贾瓦德的一篇文章。贾瓦德在文章中称，首尔准备在当选总统尹锡悦的带领下，在美国领导的地区安全政策和武器出口中发挥更大作用。也就是说，韩国的新政府准备紧抱美国大腿，成为一个军火出口大国。尹锡悦认为，韩国拥有蓬勃发展的工业军事综合体，是美国领导的维护该地区基于规则和秩序的广泛努力的关键参与者。未来几年，韩国可能会在新兴的奥库斯和 G7+ 战略集团中扮演更为突出的角色，甚至有可能在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中代替印度的角色。美国一直认为印度不愿意与俄罗斯拉开距离，因此对印度非常不满。而印度方面已经明确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印度将与俄罗斯保持强有力的防务关系。美国则开始猛烈地抨击印度在侵犯人权行为上的倒退。尹锡悦曾经表示，这是国际政治变化的时刻，韩国需要清晰和大胆，以及对原则的承诺。韩国要通过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实际性合作，共同推进自由、和平与繁荣。他谴责文在寅不愿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采取坚定立场，从而造成了韩国一直倾向于中国，并远离其长期盟友美国的印象。尹锡悦的目标是提升韩国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大国地位。韩国的国防出口去年达到了创纪录的70亿美元，预计今年这一数字将提升至100亿美元。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韩国是印太地区第7大军火供应国。它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2艘潜艇、16架教练战斗机，向菲律宾提供了12架战斗机，向泰国提供了1艘护卫舰和4艘教练战斗机。韩国还在积极发展备受吹捧的 4.5 代战斗机 KF-21。据称KF-21 战斗机高达 65% 的关键技术和设备是由本土制造的，这将巩固韩国在能够生产先进战机国家俱乐部中的地位。韩国的 K9 自行火炮呢，已经出售给了多个北约国家，包括爱沙尼亚、芬兰、挪威、波兰、土耳其以及澳大利亚。在尹锡悦的领导下，韩国可能会利用其新兴的国防工业和现代化的武装力量，与美国和其他主要盟友一起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韩国靠军火出口提升国际地位，这一战略能获得成功吗？在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受到西方国家制约的背景下，国际军火市场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型期。尹锡悦可能就是看到了这个机会，但是韩国军火出口是否能够获得成功，还要看美国人的脸色，因为该国生产的军火中含有大量美国的技术和设备。此外，韩国要想达成其目标，还必须同时面对与中国和欧洲军工企业竞争的局面。韩国新政府企图通过抱美国大腿以及出口军火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但要小心别走上乌克兰的老路，因为尹锡悦除了想发展本国的军火工业外，还准备把美国的核武器请到朝鲜半岛。如果这么玩下去，可能军火没卖多少，自己先被其北方兄弟用大炮及核武器威胁一把，估计到时候头脑就会冷静了。为了赚点军火钱，甘冒核威慑的风险，
那可真的有点划不来。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